大家好，我是 The Future 的 Liggy， 也是宜兰消防分队的役男。大家好，我是宜兰消防队警消杨长进。那再次欢迎大家回到宜兰消防队。那在今天的影片呢，我跟长进讲好了，因为我快退伍了，所以想说在退伍前要来一个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就是呢，我们在今天24小时要连续的无缝接轨的一直跑救护。那其实一般你们警消还有役男也一样，我们一般大概最多跑几个小时的救护。我们宜兰分队都很多，平均都有20-30件，多的话可能会35、36都有可能。那一天24小时内，你们大概排班最多会排多久？我们警消最多就是排8小时，宜兰分队就8小时。那如果你说我们一天跑20-30件，那对。出一趟，我们大概都花个30-40分钟吗？对，我都花30-40分钟，30-40分钟，都会做比较仔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我们一天跑20-30件，然后呢一件都要30-40分钟，等于基本上其实无时无刻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人出去跑救护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看会跑几件，可能跑完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我今天特别呢，为什么会邀到长进学长来跟我一起跑24小时的救护？第一就是他本来也还蛮喜欢跑救护，那第二就是因为他真的很专业。那不是因为他今天跟我一起答应我要跑救护我才这么讲，他真的很细心。然后你不要看他这样笑笑，他其实跑救护他是很认真，然后很尽责。大概介绍一下，一般救护训练吗？对，一般救护训练我们分 T1、T2 跟 TP。T1 是40个小时 ，T2 是280个小时，TP 就1280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对的训练时间。身为役男，至少要有 T1 才可以来消防分队服役。所有警消至少都要有 T2。然后呢，我们这一位是特别厉害，因为他是 TP， 也就是最高等级。他说他除了最高等级，另外是躺着也很高，然后颜值也很高，这是重点。那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24小时的任务。耶！Is the end game, our kingdom come. The battle has only begun. This is the end. Your time has come. The battle ain't done. Keep fighting till the war is won. This is宜兰910号救护。现在这一趟救护呢，现场是双机车车祸。哦，对，现在是双机车车祸里面的一个女性驾驶，她就车祸倒地，然后不小心被他买的粥给烫到，然后手上都快要没有红红的烫伤。对，而且他烫只有烫到这3只手指头，左手的3只手指头啦。这个女生呢，她大概35岁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对。但是看到她身份证之前，我以为她大概只有10几20岁，因为她真的是很像小朋友在耍脾气，然后被宠坏的感觉。我主要会要播这一段给大家，就是因为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可是硬要叫救护车，然后妈妈在旁边，她怎么样？妈妈也是一直鼓吹啊，就是一直吹啊，说这女儿很痛苦，很严重，一定要送医。其实我现场也蛮想送的，不过因为他女儿很坚持啊，我会看得出来他其实有点小脾气。对啊，我其实有点怕被投诉，对，怕被他投诉。所以小婉真的蛮可怜，你看你救护救不好，或是可能随便多讲了几句，民众可能就投诉你。对，反正之后送去医院，反正也就是没有怎么样。来，那我们现在已经
来到中餐时间，现在4个小时，目前12点多，跑了3趟而已，对不对？今天算很少，才3趟。然后肠镜 TB 已经肚子饿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他现在正在吃什么。哎，但是你这个真的很夸张，大碗都已经快要满出来了。啊，他的面都这么大嘛，而且很便宜，这样才60，这样才60，这是宜兰价钱是不是？这个，哎，131这131。接下来这一趟比较特别，就是遇到欧卡情况，但是呢，我其中一张记忆卡不见了。那我录到这段救护就在遗失的记忆卡里面，所以呢，我只好播一些其他救护的桥段给大家看，然后边看我们边讲解这一趟欧卡是发生了什么事。那欧卡情况，常见要稍微解释一下。欧卡就是我们俗称比较委婉讲，就濒临死亡，它是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那要准备实施 CPR 的患者叫欧卡。所以它算是我们会遇到最紧急的状况。几乎了，对。欧卡要3个人出勤，所以我们和另外一位学长一起出勤，然后到现场。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指挥中心已经通知有欧卡了，所以家属已经在压 CPR 了。我到达现场的时候，我先去确认他的脉搏，确定他是欧卡了，对，欧卡，然后准备实施 CPR。那我再摸一下他的手，哇，患者的身体已经僵硬了。对，那在法规上我们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且已经失僵的时候，我们就会俗称明显死亡。那我那时候就是跟家属解释，对，那患者已经明显死亡了，是跟家属说建议就不要送，那直接通知远警处理后事啊。对。有大概告诉他们说，即使送去医院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对，所以就是他们也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之后就等警察来，就交给远警处理后事。对。那现在呢是晚上大概8点半，然后呢我们已经过了12个小时，一半的时间了。今天到现在其实还蛮不忙的，对不对？是没错，真的蛮不忙的。我们刚吃饱而已，但是我们今天到目前跑了几趟？8趟。8趟，所以找到今天目前12小时之后，一整天好像也才11趟，真的是比平常少蛮多的，少很多，非常多。所以我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因为今天特别想跑，但是竟然只有11趟，所以其实现在感觉精神还不错啊，然后对整体都不会太累，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想要动起来，所以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健身房。给你们看看我们宜兰分队的大GG，在这边伸展，可以把这个拉起来给我们看一下吗？可以，这是我们玉勋学长。你看我们这边健身房虽然小小的，但是呢，大概基本都有。藏技。要自我介绍一下吗？这是我们不久前才刚上新闻的学长哦。宜兰神所。守护者吗？还是要怎么讲？我不知道要怎么介绍你。骗吃。可惜各位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可能喜欢的人就。你没有女朋友吗？我依然没有。没有了，这个。这个我会剪进去。开玩笑的啦，记得剪哦，我会检查哦。这个救护呢，遇到的是一个大概50-60岁的先生，对，差不多。然后他说他胸闷胸痛，然后觉得心跳快，对，然后心悸感。的确，我们现场量他跳到155。可是他是正常跟我们讲话，呼吸也不会喘。一般人是要激烈运动才会到155，对，所以真的还非常快，非常快。然后他说大概半小时、1小时前他已经吃了一个药，然后那个药是，我们是直接讲医学用语啊，它是贝塔伯克，是降心率药。对，他有先服用了，不过我摸脑动脉的时候还是觉得他跳很快，真的还是有大约150、160左右啦。所以呢，我们就直接送医。可是真的是如果没有去量测任何东西，他光用讲的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他心跳很快或是有任何问题，因为他非常的平静，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症状，对，非常淡定，他很稳。虽然我们没拍到我接下来叙述的画面，但是常静也是说他第一次看到我们分队没有12导程心电图，也没有3导程心电图，所以我们没办法现场看他是什么心率。到医院之后，医院有那些仪器，他检查出来了。那检查出来的心率是 PSVT， 对 ，PSVT 是心律不整的意思。对，我有点忘记中文了，但我知道英文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对，它是一个心率。那我们的第一线用药会打 adenosine， 我第一次就是看到医院打这个药，然后他心率就从130直接往下跳到90几这样。对，那个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不知道说有人可能心跳超快，你注射某个药，直接可以让他瞬间就是从130几真的跳到88吧，我记得。医生是跟我说啦，因为它是让心脏瞬间停止，再重新跳回来的药。对啊，它会让患者突然脸色潮红，会觉得瞬间胸闷、胸痛、紧缩的感觉，就一瞬间而已。但是这个位患者打了没有？对，打了完全没有感觉，他还是就是坐在那里，蛮出我意料之外。对，可是蛮酷的。我们现在在救护备勤室，现在时间大概12点半，半夜12点半。那我们现在是进入什么时段？进入我们的深救勤务的时段。对，那深救勤务一般在宜兰分队是晚上12点到早上8点整，对不对？对。好，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深夜勤是什么。晚上的救护班主要是先由第一台先跑，就是第一台跑完2趟之后，我们再转第二台。第二台一样，就是在连跑2趟之后再换回第一台，就这样连续交换这样。那我们会这样分，主要是因为深夜勤真的很累。你想象你半夜睡得正熟，然后你突然被挖起来。然后你还要去救人命，够不够硬？我身为役男呢，我们从来不会被排到夜救，所以我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体验夜救是什么感觉。那刚刚常静讲的那些规则，是一般来说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挑战24小时，没错，完完全全救护由我们来扛，基本上，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怎么样？怎么说？你告诉他们哦，跑好跑满，没错，就是不管叫几趟都是我们跑就对了，没错。然后最后讲到目前为止就9趟而已，要再强调，真的很少，真的很少。我们就去睡觉喽。睡觉。纪念一下，现在时间早上8点16分，10月6号，刚跑完最后一趟救护。24小时结束了，哇塞，好累哦！我们之后再分享完成半夜跑2趟，然后我都忘记几点了，一趟火警，所以算是12趟救护加1趟火警。最后有累到，最后这样真的有累到。半夜好累啊，只睡超过3小时。真的。4点睡，7点多起来。7点40分才把我们挖起来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就是整个很醒过来那个感觉。我们待会再聊。耶！那我们现在已经是隔天的对中午12点。总结就是我们昨天白天跑了9趟，那从12点过后，我们是跑了3趟救护，外加1趟火警。大概时间点是我们12点多第一趟深夜勤，然后救完回来大概1分钟。回来的1分钟过后就被叫第2趟，所以我们就出去，所以回来已经大概2点多。对，2点多躺下去，真的大概2点40几分，对，就叫火警，然后大家就出去，大概3点多回来。他有出去打火没有？我就在值班台，所以他真的比较累。然后还是垃圾火警。对，民众是报案说他在桥墩下面发现有一个很大量的火，叫我们去开消防车去打。我们一开始找很久，因为报案人说得很不清楚，我们到处找，一直找了差不多花了30分钟吧。最后找到的时候，他发现火源了，他是在桌子上烧一张纸。1张纸就1张纸而已，发现的时候已经洗了，报案还是叫我们过去。有听到那个常静口中的愤怒吧？你有什么感想呢？跑了连续24小时的第1台之后，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白天都还好啊，整天下来的白天都还好。就是半夜超累。对，半夜我几乎是12点多开始睡吧，正快睡着的时候1点多开始叫救护，一直叫加火警。一直到4点，对，半夜4点回来才开始正要睡。正要睡的时候6点多、7点多又救护了我整个晚上只睡2-3个小时，真的是这样，超累。感想我觉得跟你差不多，就是其实白天因为它就真的很分散，所以不会到非常累。但是半夜那个真的那个时间点，因为我们是8点下班。大概7点40的时候又被再叫起来，所以我们昨天大概真的只睡
30个小时。对，差不多3个小时，3个小时多。哎，所以刚刚我早上有补眠，他没有，他还很贴心的买了一个好喝的饮料给我喝。一定要的啊！来宜兰怎么可能不我这边喝饮料？都暖暖的。自己讲。另外一个24小时救护，我觉得比较困难的点就是这个，即使你没有在救护没事的时候，还是会随时都要准备出勤。对，就是变成你做每件事你都要考量说会不会中途要被叫出去。真的，对对对，就变成没办法很完美做完那些事情。就是吃饭也是要感觉要对对对，狼吞虎咽给它吃掉。对对，不然他叫一半回来饭都凉了。对，我们晚上洗澡也是真的是迅速大概5分钟赶快洗一洗，以免真的等一下被叫出去，洗到一半那个泡泡都还在头上这样出去。我再问你，如果我之后即使退伍了，再揪你24小时连续救护，要不要来？如果是你，我就跑，好不好？哇塞，一定要，好不好？录下来哦。这个影片只要冲到1000个观看人数的话，我跟长靖就拍第2集。第2季可以，来，没问题。哇哦，好。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就拜托多多支持我们消防员。所以呢，没错就是按赞、分享跟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所以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因为之后陆续还会有更多消防相关的影片等着大家来看哦。没问题，耶！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